困过身，曲折拍扁叫我地如尘，拘我魂，条条规训叫我忍了吞，笑我的虔诚，迈不出家门，要不正要我忍，浑身的走完这一生。可是我听见风来自海上和天空，他说别低头，低头便入牢笼。你是海浪，也是长风，怎可以上锁了？那心不服，管不住，是我眼中的刀锋。这世界容不下，那就刺破它吧。我的苦笑，我的疼痛，终将转身。不好意思，易掌柜，今年的紫碗我不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？陈寡妇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怎么说话的？易掌柜，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，您请便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赶我走啊？哎，我说陈寡妇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有这10几万斤的紫碗，你就奇货可居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易掌柜一句话，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1斤紫碗，信不信？我信。易掌柜的威风，我也领教过的。这不结了，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4角已经可以了。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，好了。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紫碗呀。什么？啊，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？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！你一个年轻小寡妇，长得又漂亮，在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，会毁了您的名声。在这么偏僻地儿，谁来呀？也就我，只有我买你的紫碗，要不然你卖给谁呀？易掌柜，我实不相瞒啊，我打算把这些紫碗卖到上海去，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易掌柜的指挥？卖到上海，你还南京呢！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要卖我就买，你要不买我就立刻走人。我数1、2、3，1、2、3。老梁，哎，咱们走。老梁，你别拉我，你拉我也没用，说走就走。我觉得他是在唬我。她一个小寡妇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她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，鬼才信呢。是，夏老板那么大能耐，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，就凭她一寡妇。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，今年就是空手而归，谁也不能买他1文钱的紫碗。掌柜的，那个什么？空手而归，他们那边怎么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做生意就得熬，看谁熬得过谁。来，哎，大少奶奶，哎，其实4角1斤已经有的赚了，而且一把都能出去。那又怎样？我觉得可以买了。还不是时候。您真要卖到上海去啊？也许。1斤都没有。是。
那怎么行啊？这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陕西，还有云贵川的客户，我2个月前就签了，定金都拿了。如果不能如期交货，那咱得赔钱啊！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，要是传出去，首元药妆1斤紫菀都拿不出来，这面子可就丢大了。今年紫菀欠收。那倒不是，不是，那是为什么？背后有人搅局。谁？就是楚家有一闺女。这没几万大洋，这局是搅不动的。楚家这破落的都要卖招牌了，他能有这实力？说的也是啊，但是背后好像还有人。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，竟敢跟我们首元药妆叫板啊！大掌柜，说说，是谁呀？这个具体是谁呢？还不特别清楚，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，好像是上海来的。上海，哎，难道是上海的田家？没准真是哎。这军需订单，上海田家已经插手了。难道这次他们要插足这齐州药市？大少奶奶，咱们到现在1斤紫菀都没卖出去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一定会有人来买的。谁啊？首元药妆一定会再来。可是问题是还有3天，今年的药市就要结束了，那咱们跟药农的账期也到了，你说要不要打赌？今日之内，易掌柜一定会再来。但愿吧。哎，客官，你有什么需要？这么小的铺子，要做这么大买卖啊？夏老板，楚小姐，请坐。夏老板，请喝茶。同道最近会来齐州吗？他家老爷子中风好些了吗？夏老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楚小姐真是直爽啊！那我就再直爽一点，我手上有17万斤的齐州紫菀。夏老板，请开价。好，那我也直爽一把。不管上海田家给你开什么价，我都多出1成。条件只有一个，货我全要。紫菀今日的行情是5角，那我就给你5角5喽。成交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请讲。我只要4角5一斤，但今日之内交付全款。是吗？我保证，全部都是这样的品相。成交。后续的事情我会让易掌柜跟你联系。没问题。但我有个疑问呐，本来你是要把这批货发往上海，为什么还会租这么一个小药棚呢？夏老板，我所谓的把货发到上海，其实是虚张声势。我跟上海田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吗？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4角5一斤，把所有的货都给您的原因之一。
我不希望您觉得我是上海田家的人。那原因之二呢？3日之后，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，不然的话，手上这些所有的紫碗都要退回去，定金还不能退给我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的话，2日之内你也会来找我。是，但我知道，您一定会先来找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您一定对我很好奇。确实好奇。我现在更好奇的是，你欠药农多少尾款？9成。9成？对。啊，9成，你的进货价不会低于3角，也不会高于3角5。那就说明这一把，你用了6000大洋，就挣了8000大洋。我的本钱只有35个大洋，刨去所有开销，我的利润只有6000大洋。哦，说说看。以35个大洋做定金，可以签下350大洋的紫碗收购契约，再把这个契约呢抵押到钱庄，至少可以贷出150大洋的现银，然后以此类推。楚小姐，我有种预感，将来咱们会经常合作。谢谢夏老板赏识。可是你把这个底全交给我了，楚小姐，就不怕我反悔重新跟你谈价？夏老板，您要是真能反悔的话，那您就不是夏元了。哎呀，跟楚小姐做生意，真是愉快。跟夏老板做生意是我的荣幸。告辞。好，请。大金啊，紫碗的事儿我跟楚小姐已经谈定了，之后你们就直接联络。好，您放心。大少奶奶，高掌柜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们认识？啊，老板，这位楚小姐她还有个身份，就是陈家的大少奶奶。啊？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？赶巧捡个漏而已。之前我也认为是赶巧，我捡漏，但今日一见，我不这么想了。喽啰啊，把大少爷扶上车。看看吧，这是易大金这2年的账。大掌柜，这池春堂的生意有点不尽人意啊。当年我收池春堂，就是想借池春堂的名头，在成药市场上有所建树。谁成想，这易大金可能不适合做药铺生意。但是生药批发这块儿也是业绩平平啊。对呀，这今年这齐州紫碗还被人用35个大洋偷袭了。是啊，幸好老板力挽狂澜。这个你也发现了？啊，什么？哦，这有些账啊，看上去没问题，但是这前后一对比，老板有水分呐。我去年就发现了。去年？那应该去年就把它开掉。哪那么简单呢？你去年开它，齐州市场怎么办？池春堂谁管？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，咱们损失会更大。可这吃里扒外的货就不能留。这我知道。
老板现在可是已找到了合适的替手人选。你觉得楚韶华怎么样？娘，这药得喝到什么时候呀？宋神医怎么说的呀？人家说了你呀，你湿邪过盛，凝结成痰，阻碍经络，气血不畅，所以你怀不上嘛。你怎么你也得调理个半年，你这经络气血打通了，那彻底就打通了。打通了就能怀上了啊！你嫂子我可是指望不上了，我们陈家可就指望你这肚子呢。我可是花了血本了啊！你这肚子你要是再怀不上，你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！我可让我们二顺想别的办法。娘，我喝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嫂子，哎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这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这么多钱啊！娘，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寄钱发愁了，这家我来养。你这段早出晚归的，你就是去挣钱去了？对啊，娘错怪你了。是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说了，您会信吗？娘，现在您相信了吧？相信，现在相信啊！娘，这以后啊，我还会继续挣钱，您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但是啊，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，甚至还有可能夜不归宿。老大家的，你去忙，这个家还有轩轩，你交给我，放心。轩轩呢？刚睡着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坐下，娘给你倒水喝。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老大家的，哎，这把挣多少钱呢？有几千大洋吧。几千大洋啊！嗯。哎呀，太能干了，老大家的。能干是能干的，你毕竟年轻，这年轻人呐，就容易大手大脚。不如你把那钱呀，你搁在我这儿，娘替你存管。娘，我把我挣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。全都花出去了啊！谁最怕一个女子成为有心家，去梦去追，只为一句话，献上欲望。娘，你去。举着牌匾叫我跌入去。华顺药铺，华顺药铺。对，嫂子，哎，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。以后我都会天天这么开心的。娘，华顺是什么意思？韶华大顺。对，大顺，我的大顺要是在，娘，大顺如果在，他也会为我高兴的。是大顺在，但是他这个一个叫顺华药铺，是不是更妥帖一点啊？哎，宋平，哎，来，你带着轩轩和娘进去休息。来，跟小婶走。这个改过来的。吕老板，恭喜里面请。哎，李掌柜，您请里面坐。里面请。哎，洪老爷，您慢慢看啊，慢慢看。您请。夏老板到。哎，大少奶奶，夏老板来了。夏老板，真是夏老板。
夏老板竟然亲自来了。这夏老板能来，这华顺药铺的面子可真够大的。那可不是，以后咱们做生意啊，还都得仰仗夏老板。那必须。夏老板，高掌柜，楚小姐，恭喜啊！谢谢夏老板。开业大吉啊！这是我们老板的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二位莅临已经是小店的荣幸了。方才我们来的时候，看着挂着的这些牌子倒是熟悉，那立着的这块儿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每月的初5、15、25，本店都做抽奖，奖券1元，5角5分不等，都可以在购药时抵现。哦，那这些茶水是每天都送，还是只有今日啊？每天都送，夏天菊花茶，冬天姜茶。哎呀，二位里边请吧。请，请。来，大少奶奶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来，各位老板，各位乡亲，有免费的茶水，来，大家一起喝点儿，一起喝点儿。大少奶奶，您也卖牙粉？啊，和陈记药铺卖玉龙粉是一个道理。哦，那为何不直接卖那羽绒粉呢？齐州不比北京城，在这儿卖羽绒粉是卖不起价的。哦，来，二位这边坐，坐下来。哎，请。这地段不错呀。哎呀，这租金不便宜吧？这除了进货，最大的开支那就是房租了。那为何还要选在此地啊？这做生意最看重的是客流。我在这齐州几个大街上蹲了7天，发现就这条街上客流最大，而这条街上人气最旺的那就是这一段，我就当机立断拿下了这个铺面。哦，那这账平得过来吗？房租呢是贵于别处的3成，但客流也是大于别处2倍，每月的净利至少高100个大洋。哦，那如此算来，啊，1年半便可收回成本。我的计划是1年。哎呀，厉害！可惜呀，一个月多赚100大洋，这1年赚回一间药铺子。楚小姐，这就够了？这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是够了。那你的野心呢？夏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那我就直说了。我觉得吧，这间铺子太小了，你根本施展不开拳脚。加入我们首源药庄吧。这样，先跟易大金干2年，我承诺2年之后，我把齐州药市和池春堂全部交给你打理。谢谢夏老板的看重和信任。但是我这华顺药铺才刚刚开业，这没关系。你前期投入多少，我3倍回收。我这第一次开药铺，也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华顺药铺做起来。这不用看呐，以楚小姐的实力，肯定能把这华顺药铺做成齐州最赚钱的药铺之一。但又如何呢？年入千金，家人衣食无忧，这一辈子就当一个小药铺的老板。楚小姐，你甘心吗？可是齐州药市，这生意每年100万计，池春堂的规模怎么说也得是这华顺药铺的3倍吧？
而且我还要在北京、天津、大连开分号。我觉得这些才匹配楚小姐的野心呐。别犹豫了，加入守元药庄。再说了，池春堂本来就是楚家的，交给你打理最合适。以什么身份？义大金高千亿什么身份你就什么身份，他们怎么领薪，如何分红，你一分不少。还是再次谢谢夏老板。我呢，还是想留在这华顺药铺，没别的啊，我就是想看看，凭我自己个儿的能力，我楚韶华到底能走多远，我能去到哪儿。我再送楚小姐一句话：这做生意啊，最重要的是懂得借力、借势。我以为做生意，第一要看清自己。没错哈。好，楚小姐，这种魄力我很欣赏。谢谢夏老板的体谅。哎，以后华顺药铺有什么事情，随时找我。哟，那有您这句话，我这心里更是踏实多了。好了，那我还有事就先告辞了。刚才我说的这些，半年之内都作数。只要楚小姐改变心意，我守元药庄随时恭候。明白。那我们就告辞了啊！慢走。您留步啊！大少奶奶，你知道这齐州城有多少人想挤进这守元药庄，想给夏老板当手下，您怎么还……当他夏元的手下有什么意思啊？要当就当夏元本人。你是说，大东家亲自去拜见那小寡妇了？对，不应该呀。按大东家这岁数，不应该对小寡妇感兴趣啊。他们都聊了些什么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夏老板出来的时候，说什么随时恭迎，感觉老板好像是在劝那寡妇到守元药庄来做事。什么？我只是听说的啊。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你想啊，知春堂现在是这个鬼样子，还有上次昨晚的事情，这大东家虽然没说什么，嘴上，但是心里呢，肯定是对我不满意的。另外，他如果真的对这小寡妇感兴趣，那小寡妇又上赶着想到这儿来做事儿，这地方原本就是他的，他又是齐州人，这上手就太快了。您的意思是，老板是想把池春堂交给这寡妇管？没准还真是这样。那绝对不行啊！所以，我们必须想点狠招，让这小寡妇在这齐州地界儿待不下去。明白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抽出今天的大奖，价值1元的代金券。这两个效果一样吗？效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味道不一样。大少奶奶，哎，香砂丸该补货了，6味丹也没了，还有几个药的库存也得调一下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大少奶奶，哎廖记的货送到了，他们还另外加了3单。好，放这儿吧。张老板的货好了。哎，柱子，哎，来，你去送一件去。
那后院那边怎么办？小林子抽完奖，让他去。行。哎，掌柜的，有虎骨糕吗？您稍等，小江，哎，出来招呼客人。那后院那摊事儿，我来吧。哎，大少奶奶，哎，咱们真该请人了，我都忙不过来了。可说呢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哎，少华，妹啊，我跟娘来看看你。娘，我和你大哥呀，都挺惦记你的。前些日子呢，家里事情多，顾不过来。今儿刚空下来，我就跟娘说，咱们去看看韶华吧。是，娘喝茶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非得有事儿才能来吗？听说你这生意做得不错，还行。哟妹，你这就谦虚了。现在齐州城里啊，都知道，华顺药铺的生意啊，那是好的不得了，马上就要超过这个守元药庄的池春堂了。韶华，你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还得忙活这么大一个药铺，是够辛苦的。您慢走啊。哎，小王，哎嫂子呢？您慢走。大少奶奶娘家人来了，在后院聊天呢。哎呀，妹啊，一看你都憔悴了，真的。你看这小手，这都瘦了。辛苦是辛苦，但是我乐意。哎呀，那不行啊！那我们看在眼里，这心里难受啊。特别是娘。少华，我想着呢，你看你哥啊，他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让他上这儿来给你帮帮忙，啊？哎，对呀，娘这主意好。一来呢，你身边多了一个知冷知热的亲人；二来呢，药铺嘛，本来就是你大哥的老本行，他来了，你的生意啊，只有更好，没有更差。那大哥来了，能做什么呢？哎呦，那他能做的可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抛头露面的事儿你都可以交给他，管人管账管事儿他都行。韶华一句话，你哥来了，你啥事儿都不用管，你回家去啊，带轩轩享清福，多好。你的意思是，把华顺药铺交给我大哥打理？对呀，让你大哥做牛做马，你在家享清福，那个当甩手掌柜。我大哥也是这意思。他没直说，但是夫妻嘛，他心里想啥，我知道的。那我看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呀，那你说嘛，要怎么样才好？这华顺药铺，请问你们出过1分1毫的本金吗？好，就算家里没有钱，那出力总是可以的吧？请问你们出过1分的力吗？不出钱不出力也就算了，连句话都没有。现在我把这华顺药铺开起来了，生意走上正轨，你们来打我主意来了，当我傻呀？妹，你这话说的，那不是之前不知道吗？这不刚知道了，就想让你大哥来帮忙你吗？不用你们帮，我自己的生意我自己心里有数。你们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先回吧。别，妹，我话没说完呢。如果说你要想自己打理这个华顺药铺，那还是可以商量的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凭什么跟你们商量啊？哎，韶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个好汉3个帮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再能干，你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了吗？不能吧，你还是得请人，是不是？与其让外人挣那份钱，不如让你哥挣。再说了，那外人始终能跟你一条心吗？人心隔肚皮，少忠可不一样啊，他是你亲哥，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。韶华，娘就跟你这么说吧，自从咱们家那池春堂卖了以后，你大哥他还没有找着合适的事儿做，现在就是整天在家里边混吃混睡的。你说要这么下去，他这个人就废了。你就帮帮他，
行吗？啊，少华，其实吧，我刚才说给你帮忙，哎呀，那是不好意思。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想求你帮帮你大哥，啊，成吗？你们让我再想想。喝茶啊！我不喝，喝水我现在都塞牙。哼！哎，姐，听说老大家的在镇上开了个药铺，生意还挺好的哈。是，赚了不少钱吧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老大家那性子，哎呀，我根本管不了他。他性子再大，你是他娘，你是轩轩的奶奶，你是这一家之主。是啊，我知道我是一家之主，可是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。你管钱你会吧？娘，你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我刚跟你娘吃过了。稳着点儿。药铺那生意今天怎么样？人还挺多的，今天嫂子她娘还有她娘家嫂子都来了。他不是说跟他娘家人断绝关系吗？没有啊，我看见他们手拉着手说话呢。这是又好上了？不知道。娘，我先去忙了。哼。姐，我觉着呀，你还是要把这钱看紧了，别让别人都搬回娘家去了。那药铺上的生意都是他管着，他要真把那钱都搬他娘家去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想管这个钱，肯定有办法。哎，下来，回来了。哎呦，老二家的，把那个馒头还有那汤热一下，一会儿赶紧给你嫂子端过来。哎，马上。哎呦，让你娘歇会儿。没事。哎，你别烫手，别烫着啊。大家的擦擦。哎呦，啊，擦，谢谢娘。老大家的啊，你瞧你这身衣服，你还是过门的时候那会儿做的吧？旧的都不成样子了。我跟裁缝说了，明天让他给你做2身新的。不用娘，我这个还能穿呢。你现在是在外面做事情的人，你穿的体面，我们陈家就脸上有面子。顺手再给轩轩做2套新的。是要过年了吗？你就知道过年。哎，轩轩，你不是说有话要跟娘说呢吗？娘，你不要太辛苦，每天早点回家，多陪陪轩轩。哦，可是娘必须要等到药铺关门了才能回家呀。那你可以多请几个人呀。我觉得送表叔就挺好的。娘，您教的吧？宋二姨今天来了。他那个意思啊，想让你啊给宋表弟啊在药铺里啊找个事儿做。娘，二顺，娘，我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老板，
整整6年了，可算回来了。2间药铺啊，都没了，都没了！你都干什么了你啊？干什么了？娘，我也不想这样，遇到骗子了。骗子！你不是说你没问题吗？啊？你不是说你爹留下的产业，你大哥留下的产业，你守得住吗？啊？你这是怎么就遇上骗子了？你怎么就遇上？你气死我！你！奶奶别生气。本来好好的，都怪那些骗子，真是丧尽了天良啊！骗子呀，怎么就让你给遇上了呢？娘，二叔做错事了吗？轩，你记住了啊，长大以后可千万不能像他。记住了。轩，来过来，娘跟你说一件娘今天特别丢人的事儿。来坐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娘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你打死我！我打娘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打我，打醒我，打死我，打我吧，娘！这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63、69、54。看来大哥的生意版图比从前又扩张了不少。你要是在，增长会更快。大哥手下强将如林，哪里差我这一个无名小卒啊？说这干嘛？哎，说正经的，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？跟我一起去上海吧，正好，你在那儿待了这么多年，人脉肯定很广。你还是留学生啊，上阵亲兄弟呀，你肯定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马上要去法兰西了。这次到北京，一是为了办理留学事宜，二来想在走之前见见娘，见见大哥，给你们告个别。法兰西？去那儿干嘛？躺在雪地上的小毛毯，一点点融化着白露汗，爱爱茫茫的雪路上，是你心中的眼，小小风浪洒洒混云端，藏在他心中的小毛毯，一点点温暖着他心房，他低诉着春天不远，他说冬天很短，永恒的彼岸在朝着他呼喊，一天一天兢兢业业不留遗憾，黎明一点一点和和夜夜不再孤单，烽火燎原照亮绝望，我为你生生去抵挡，筚路蓝缕到达心中永恒的彼岸。